当城市的喧嚣归于沉静，有一种生活在山水之间悄然苏醒。这里是贵州红枫湖，一个被誉为高原明珠的露营天堂。清晨，帐篷被湖畔的鸟鸣唤醒，拉开帐帘，喀斯特枫林环抱中的红枫湖正披着一层柔和的晨光。湖水并非单调的绿，而是随着光影与深度变换出翡翠、碧蓝与琥珀交织的色泽。当炊烟升起，烧烤的香气便开始在空中弥漫。无论是精心烹制的户外大餐，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，在湖光山色的佐餐下，都成了人间滋味。这里是厨房，也是餐厅，以天地为顶，以自然为席。这不仅是一次逃离城市的旅行，更是一场与自然的重逢。在红枫湖，每一顶帐篷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片星空都承载着一份向往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旅恋同行。今天进入冬天，但是天气比较好，今天有太阳，那我们就开车出来，准备在这里安营扎寨，露营过一个晚上，然后让你们看一下冬天在户外露营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样的，要怎么样去在冬天户外度过一个寒冷的晚上。很多人出来都担心这样担心那样的，那我今天让你看一下我冬天出来露营是怎么过的。到底有没有你想象的那么，就是说担心这样担心那样的，没有这么多恐惧，没有这么多担心哈，出来就是了，干就完了哈。我们现在开始，马上去把帐篷，然后把这个天幕安上，然后晚上我们在这里做贵州最有特色的酸汤火锅，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酸汤火锅，怎么制作的，到底美不美味哈，敬请期待。好，我们先去做帐篷。我们劈点柴，晚上烧火的时候用，所以说现在劈点这个柴火，因为晚上比较冷，所以说先准备好，准备点柴火。冬天家露营的话，就是晚上比较冷一点，白天都有太阳，比较暖和，所以说晚上可以备点柴，也可以备点炭。好，先用一点，待会不够再开始劈。我们现在开始做一点这个晚上吃火锅的配料，肉圆子啊，这是新鲜的肉圆，然后需要把这个肉放在这里面。然后放点，人太多了，替我搅了吧。放点盐，这个是新鲜的猪肉，看没有？
然后但是这个要放一点什么呢？放一点色拉油，它可以留住这个肉的这个水分，然后吃的话就比较鲜嫩一点。我看这是酱油还是醋？放一点酱油调香的。对。然后再这个放一点盐。然后就开始这样子把它搅拌均匀，等待一会儿我们做这个酸汤火锅的时候用。我们今天做的是酸汤肉圆子火锅。酸汤是贵州人特别喜欢吃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可能你们大家都有点陌生，有的人熟悉这什么折耳根，也是贵州的消烟神器。你看，折耳根护体。你看，我们做一点折耳根，就把它这样子掐了。这个的话也可以这样子生吃。洗一点白菜。哎呀，洗点白菜，也要吃点蔬菜。再洗一口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提前的这个食材需要用到的食品先给它准备好，一会儿做火锅的时候就方便直接使用了。那我们先切一点葱段。然后再把这个土豆也要一点，土豆切片。土豆可以切大片一点，因为切小片了以后它容易煮断在里面，煮断在里面的话，这个汤的话就比较粘稠一点。然后这些全部都准备好，一会儿炒火锅的时候，做蔬菜就把它切成这么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把这些全部倒在里面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去烧水，准备开始炒火锅底料。现在开火准备炒火锅底料了。这里面要先放点底油。好，现在这个油已经烧辣了，然后我们放一点这个姜，你看，再放一点蒜，然后一直这样子煸炒，煸炒的差不多以后，然后开始放入主料，这个贵州的老坛酸菜啊，老坛酸汤，讲错了。
然后就把它炒香。这样子搅一下，避免它烧糊了。所以说这就是做火锅底料，酸汤火锅底料。这个底料要这样子搅一下，因为这个酸汤放里面以后，避免烧糊了，味道就不好。给它炒个10来分钟左右，要不要10来分钟？讲错了，炒个2、3分钟哈，炒个2、3分钟。好香啊！然后就开始往里面加水。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要煮的东西的量来加，也不要太多，也不要太少。哇，溅到衣服上了。所以说你们做的时候，它会烧油了以后，它会溅上来，要注意一点。千防万防，还是没有防住。这个火好像不给力。你们在户外一般做什么吃呢？我们一般在户外做的是火锅比较多一点。冬天家吃火锅比较暖和一点嘛，然后夏天家的话，我们就会吃这个烧烤，还有贵州有一个叫烙锅也就是你们俗称的这个铁板烧，我们叫烙锅，就是一块铁板，把这个肉放在上面，然后慢慢的烙来吃，就跟你们像所谓的就煎来吃吧，我们叫烙锅。因为夏天这样子的话，吃这个的话比较方便一点。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喝点啤酒啊。现在水已经开了，水开了以后，我们尝一下盐味。这酸汤里面它本身就含得有盐，所以说一开始的话不要去放盐。可能我酸汤放的有点多，我再加一点水。加点水的话，如果说这个酸汤我们晚上吃不完的话，明天还可以煮面条吃，就酸汤面，那更好吃了。因为面条是含碱性的，再配上这个酸汤，吃起来的话更好吃，太绝味了。你看那一边，好多人来露营的，也不知道他们晚上走不走。反正我今天晚上是不走了，我也不知道晚上周边会不会有露营一起的小伙伴。但是有没有也没关系，因为我经常都是喜欢一个人出来露营，因为一个人出来露营的话，很享受这种宁静，很安静。然后你说你约人，有时候一会儿他有这样事，有那样事，很难的约。还有就是吃东西上面，有的人的口味不一定属于大众，所以说很难得去将就每个人的味道。自己一个人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说露营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复杂，很简单的，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就带什么。你住几天你就带几天的量，其实，在户外没有多大的运动量，吃不了什么东西的。然后出来要点的就是平时喝茶呀，看看书啊，这类似的。哇，这酸汤里面的盐很重，再加一点。看这个气，好像是。好，现在这个锅这个水有点开了，开了以后我们就要把今天准备的这个肉末，看见没有？把这个肉末做成小肉丸子。我刚刚是洗过手了的哈，反正我自己吃也没有人介意，对不对？
还是再洗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肉这样子给它捏，一直捏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捏成一团一团的。捏成一团的往里面放。这肉丸今天买的有点多，都是新鲜猪肉现做的，然后把它全部煮了吧，煮了然后吃不完，明天早上起来煮酸汤面吃。你们平常有时候也可以，比如说买一点面包，买面包或者买方便面更方便一点。太黏了，这个猪肉打的肯定它这个肉丸打的比较细一点，所以说很粘手。我做大锅一点，太小锅了也难得夹。做大锅几大锅就做完了，你看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晚上是最安静的。冬天像露营的话，它也不热，也没有什么蚊子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冬天的露营。哇，这个气好像一会儿要换一瓶了。我们出来带的都是这种小的气罐，就是防爆的这种气罐，也比较方便。弄了在手上，全部都是猪肉。好，我去洗一下手。你们看这个火太猛了，你看，然后都把它烧得翻江倒海的。哇，这火太大了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美食。你看，肉圆子酸汤火锅，流不流口水？想不想吃？入口酸酸的，但是又不腥腻，因为一点也不油腻啊。你看这个上面，它不是辣椒油，它是这个西红柿炒的这种酸，用西红柿炒了之后，这个颜色是西红柿的红色。好，那我带你们看一下露营的周围。你们看，那个方向现在都还有人在这里玩游戏，还没有走。他们可能应该是一会儿要走的，所以说他们没有带帐篷，用车子来照明。那边是常搭帐篷的人，这就是晚上在户外露营的一个感觉。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，就是说担心这样担心那样的，是不是没有想象那么可怕？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宁静、非常舒服的。你看，今天晚上还有月亮呢，弯弯的月亮。小的时候都说不能用手指月亮，要不然晚上耳朵会痛。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小时候骗人的。但现在指了，看一下晚上痛不痛啊？我们先去把那个柴火给它升起，因为晚上有点凉，升点柴火感觉舒服一点啊。你看晚上的风景特别的漂亮，晚上是不是很唯美？那我们先赶紧把这个火给它烧起来。
烧点火，晚上就比较暖和一点。所以冬天出来露营的话，就是各方面都要考虑一下，就是温暖这一块。这个柴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燃起来的。先加点柴在上面，是不是柴太少了？这样的冬天露营，你还怕冷吗？你看，小火一烤起，火锅吃起，哪里冷？我觉得热的不行，热的不要不要的。你要不要来体验一下？赶紧来，我们还没开始吃啊，等你来才开始吃。把火烧大一点，烧猛一点，暖和一点。猛不猛？你们觉得这个火舒不舒服？在这里。你看，我们今天教大家做一个神仙饭啊！什么叫神仙饭？你看一下这样子的米饭能不能煮熟啊？根据我煮饭30多年，那是没有问题。水太少了，在这旁边加点水。好，然后盖上锅盖，一会儿你们静静看一下这个米饭到底能不能煮熟哈。这样子又不容易担心糊掉，但是米饭又特别柔软好吃。好，现在米饭已经煮好了，然后我们趁煮米饭的时间去把周围的垃圾给它清理一下。我昨天来的时候比较晚了，然后发现这些，你们看，这地上这些全部都是白色的纸屑，还有果皮。所以大家出来玩，也有一部分人是一点也不爱惜卫生的，但是呢，也有一部分人是非常讲究的。你看这一片都是，我们力所能及，能减一点就减一点吧。我们出来玩的时候，你看我们都自己带了这个垃圾袋，它要统一拿回去处理。看看这四周有没有这些，真的。所以说大家出来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爱护环境啊。出来呢，一样的也可以要洗脸，一样的要讲究卫生啊，但是很方便的。我带的是这种便携式的洗脸巾，然后带个这种折叠桶，你看，再放点水，啊，洗一下。在户外给人的感觉，早上就是特别的清爽，特别的舒适，很安静。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怎么过的，在户外一样的也可以怎么过。洗面奶太少了，可能是昨天烧火脸上太油了，所以说多挤一点洗面奶，好好洗一下，好好洗一下，好好晒晒太阳。嗯。
太爽了！饭可以不吃，头是要保持。唉，好，现在用洗脸巾擦拭干净。所以说，在户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，那么复杂。生活嘛，就是什么都要去体验、感受一下，是吧？好，今天我们去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天气比较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钓一点野味，给大家品尝一下。如果能钓到，我给大家又做好吃的哈，等待我的收获吧。像今天这种天气，钓那种小鱼是应该很好钓的，但是天气冷啊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钓得到啊。我们先钓了试一下，再吃上。好久没出来钓了，好久没出来钓鱼了，然后好多东西要重新调一下。好了，看一下，我先给大家抛第一杆，像不像打高尔夫？这种钓法的话，要边走边钓，因为它不是坐钓，它有点像斗鱼。边走边钓，然后就碰运气喽。你们平常出来钓不钓鱼？然后你们钓到最大的鱼是多少？我钓到最大的鱼啊，是差不多10斤左右，是草鱼。所以说有时候这坐钓要钓大鱼的几率要高一点，然后这种走钓一般都是钓小鱼。但是钓什么鱼不重要，我觉得是钓到鱼就是好鱼，钓不到鱼就当放松心情，你们说是不是？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米饭有没有煮好哈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激不激动？当当当当，开！哇塞，你看是不是啊？成功了嘞！这叫神仙饭，看见没有？这种煮法你下次记得了哈，到户外这种煮法又不担心米饭烧糊，但是米饭烧出来又特别香，又特别柔软，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下。老少皆宜哈，这样子的一个吃法。好，我们再让它稍微回一下锅，再焖一下。今天的收获很不错，钓了6条，可以下酒了。想不想吃？好了，走，吃饭了。在湖边坐着。吃着米饭，看着风景，别有一番味道。这是昨天晚上吃的这个酸汤火锅底料，今天煮来吃一样的香。爽爽开口，太香了。这对面有时候可以坐船，坐到对面去。这两天对面钓鱼的人比较少，之前钓鱼的人比较多。
嗯，太香了，太舒服了。你们平常吃中午饭是几点？但是像贵州人民吃中午饭，有时候不定时间，10点钟也可以叫吃中午饭，11点也可以，12点也可以，1点到2点都可以。但是很多人中午饭喜欢吃米线，还有吃面条，所以说这边对中午饭的这种概念不是很强，只有晚饭的时候才会叫正餐。像这种天气坐在湖边的话，吹风还是有点冷的，所以说还是要穿一点厚衣服。要不然出来的话不小心衣服穿少了，弄感冒了。还有晚上也比较凉，我昨天晚上都感受到，晚上还是有点冷的。我昨天晚上是睡车上，后面4点钟之后觉得温度比较低，然后当时我起来看这个湖面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晚上我把所有能用的这种抱枕啊、毛毯啊全部盖上了。Hello，然后这次我们出来的冬季露营，今天就告一段落。然后，但是出来露营的话，我还是给大家强调一点，就是说，冬天还是要备好晚上睡觉的东西，因为晚上温差比较大，还是比较冷，所以说最好是多带一点，就是说被褥之类的东西啊。然后还有就是吃的东西，尽量做火锅吃，因为吃火锅比较身体会更暖和一点。但是冬天出来露营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因为水很平静，钓鱼的话也还可以。如果说是出来的话，一定还要带着柴火或者钢炭，因为如果说是真的太冷了，找不住了，还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取暖的哈。如果你对露营有什么不清楚的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，我给你解答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去收拾东西，回程回家。下一期再见。